刚是因为我太爱喝酒了，喝完以后我觉得这样子锵锵的。对，它是两个铲子在铿铿锵锵，铿铿锵锵，就有两个意思。这个帅哥是我老公，他是台湾人。这个美女是我老婆，她是新加坡人。我们在新加坡一起开了锵锵台湾铁板烧。其实铁板烧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美食，对。那它一直延续下来到台湾以后，会有台湾的不一样的风格。所以我们的台湾铁板烧属于夜市的美食。以前我们在吃铁板烧的时候，是爸妈在打牌，赢了钱以后就会带我们去吃铁板烧，所以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们就发现说，新加坡很多台湾料理都是就是千篇一律啦，都是蚵仔面线啊、卤肉饭。那我们就想要做点不一样的，所以铁板烧这个料理可以呈现出不只是台湾的味道以外，也可以充分的利用它西餐的经验，把两个融合在一起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跟我们说，跟新加坡的黑胡椒酱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不太能够接受。蘑菇酱是由始至终都没有变的。半包。炒一包啦，太多了，等下忙不过来。新加坡是用生抽、老抽，那台湾的酱油膏可能比较偏向于香一点点，老抽的话会比较咸一点点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有4个铁板烧的料理，后面才陆续加了那些台湾的小吃，比如说咸酥鸡、地瓜条，再来就是台湾的蛋饼。很有趣的是，我们当初在卖台湾蛋饼的时候，只是想要卖早餐的时间，因为在台湾蛋饼只有早餐的时候才有。你看啊，这蛋就是要恰恰才好吃。你看这个没有颜色，偷我的，都拍到了，偷我的。可是问题是在新加坡卖的时候，新加坡人就觉得，我中午也想吃，晚上也想吃蛋饼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全天热的东西了。我们第一间店开在无人下排325。当时就是我们2夫妻没有请任何人，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敢请人嘛，怕应付不来那个消费，营业额就是勉强够我们2个啦，就是刚刚好 break even 赚一点点这样。当时30天都完全没有休过，每天在备货，备到后来，我已经跟客人讲说，今天半天不能做工，是因为我要这边撒楼，真的没有办法的。当时我们头1年半都做得挺好的，然后我发现营业额就平平啦。那我们想要挑战一下我们自己。2025年的10月，在德州开第2间店，营业额有增长以外，我发现我们2个的休息时间也变得比较多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团队变多了嘛，那大家可以分工合作的完成工作内容。当时我们去算命，算命说我会旺夫，算命说我会当老板的命。屁呀！根本没有，他根本没有说这个。算命的说我离开我的故乡越远，可以赚越多钱。我也不懂，我小时候这样子那么小的时候，他就帮我算出来了。我不可以在台湾开店，赚不到钱。我跟他交往第1天，我就知道他想要开店的，对，所以一直知道他有这个梦想。然后大学以后，我就去考空姐，然后飞了6年，就是觉得我飞6年了，该玩的都玩了，然后想要尝试一下新的职业跑道。我记得当时我一当小贩的头1个月吧，有时候我在洗碗的时候，在扛很重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想说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我明明可以在巴黎喝咖啡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当时会有这个落差感啊，但其实他有给我很大的支持，所以就是一眨眼2年了，好像走下来都挺好的。好嘞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喜欢哦。我的铁板已经在烧起来了，那火已经他还没有做好他前面的东西。开始他就会脾气又暴躁，然后又速度要快，然后客人又很多，然后又没有员工。对，当时真的挺疲累的，当下很生气啊。那之后就是会了解说，为什么他会那么在意这个点？就因为他想要呈现出最好吃的东西给客人。对，所以就理解他这个点之后，就会变得比较释怀一点了。我们趁热吃啦，谢谢。她在外面是女王，她在家里也是女王。你们还有王牌对吧？呼呼！恭喜你要当爸爸了！
我们帐篷里面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。我开了这2家店以后，我是老板，我都跟他们讲说不要叫我老板，叫我小叶就好了，或者叫叶哥就好了。我希望他们也是把我当成家人，所以我很疼他们。因为像很多客人，他们会特别准备一些食物给我们吃，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很感动。有些人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西餐的，可以吃什么东西，把东西吃完，连小朋友跑过来说你们的东西好好吃哇！那个时候，尤其是女孩，哇，心都融化了，这心都融化了。在我当小贩之前，我其实对小贩的文化不太了解嘛，就觉得说，咖啡店就只是买饭、打包回家的东西。但我在咖啡店做了以后，我才发现真的会有人情味这个东西，就可能会有一群就是安干弟，他们就是固定时间，每天坐在这个桌子，然后在那边喝茶聊天。他们看到你经过，他说：“老板娘好，要不要过来一起吃啊？要不要喝杯咖啡？我请你喝啊。”人情味这方面真的是我当了小贩之后才会特别去注意到的。